为了折磨自己的新婚妻子，他故意往楼梯上抹润滑油。见妻子被摔得鼻青脸肿，男人心里乐开了花。他还在灶台上动手脚，妻子刚要做饭，瞬间就被大火烧伤，疼得龇牙咧嘴。男人则面无表情。更可怕的是，他每天晚上都不睡觉，就这样死死盯着妻子，试图将她吓死。然而，就算他用尽各种阴招，妻子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因为他犯了一个女人最不该犯的错。说回来，其实还是错在了这场婚姻。二人是通过相亲认识的，在没有感情基础下就结了婚。刚开始相处的还不错，虽然女人不会做饭，不喜欢做家务，但男人对她从未有过半句怨言，一直坚信她会慢慢改变。可就在新婚夜之后，男人无意间听到妻子跟娘家人抱怨，说她不中用，像是萤火虫一样，虽有光芒，但只是一瞬间。这句话让男人感觉颜面尽失，一气之下撕碎了蜜月旅行的车票，从此不再主动搭理妻子，甚至夜里都是在公司睡觉，这让远嫁的女人感到越发的孤寂。直到一个名叫尼尔的男人出现，才打破了这个僵局。尼尔是男人的表哥，见他的第一眼，女人就被他高大魁梧的身材所吸引。尼尔也看出了他的小心思，开始主动向他示好，加上他俩都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很快便走到了一起。尼尔喜欢喝茶，女人就让丈夫教她做，可丈夫前脚刚走，她后脚就将茶递给了尼尔。尼尔喜欢吃羊排，女人第二天就直奔菜市场买肉。从没进过厨房的她，竟然用心学起了做菜。单纯的丈夫以为她的转变是为了自己，开始幻想着和妻子重归于好。然而就在当天晚上，说好带女人远走高飞的尼尔，突然不辞而别。这时的女人才意识到自己被渣男耍了。心灰意冷的她将一切告诉了丈夫，可令人意外的是，男人并没想象中的歇斯底里，反而平静地吃着本不属于他的羊排。不是他不生气，他只是不想把火发在妻子身上。第二天，他拿着螺丝刀来到尼尔所在的城市，准备狠狠教训他一顿。但瘦弱的他根本不是尼尔的对手，三两下就被打倒在地，挨了一顿重拳。鼻青脸肿的他彻底崩溃，回到家就毫不留情地提出离婚。女人自知有错，也没脸恳求原谅，只能独自拉着沉重的行李出门。但他和尼尔的烂事已经传遍了大街小巷，人力车不愿意拉他，混混还出言羞辱。男人实在看不下去，出面帮他解了围。而恰恰是这一举动，让女人看到了丈夫的担当，没想到自己犯了错，她还愿意挺身而出，这不就是最值得托付的人吗？女人当即决定不走了，她要留下来弥补过错。但男人只要一看到她的脸，脑海中就会联想出令他窒息的画面，嫉妒和仇恨让他变得偏执，他无法原谅妻子，开始想方设法的惩罚她。楼梯抹油，灶台起火，都是他报复的手段。而女人为了让丈夫更解恨，故意站在天台边，让丈夫推她下去。男人一步步靠近，接着伸出了手。कहा था ना चली जाओ, नहीं रोकूंगा तुम्हें और मार दूंगा तुम्हें मैं। जिसको मारना होता है ना वो मार देता है। मारना है ना, मारो धक्का, मारो धक्का, अभी दो धक्का, नहीं तो जाओ ले आओ चाकू, मारो चाकू। और अगर नहीं हो रहा है ना तो प्लीज मुझे माफ कर दो, प्लीज मुझे माफ कर दो। आई एम सॉरी, मुझसे गलती हो गया, रियली सॉरी, मुझसे गलती हो गई। 看着满脸悔过的妻子，沉默了这么久的男人终于绷不住了。他毕竟还深爱着女人，决定试着原谅她。从这之后，女人一改往日的懒散，开始主动做家务，主动伺候公婆，还主动接近丈夫。妻子的改变，男人全看在了眼里。本以为美好生活就此开始，怎料这天尼尔突然找上门，想跟女人破镜重圆。如果不答应，就将他的私密照发到网上。这一幕刚好被回到家的男人看到，他深知自己打不过尼尔，便让妻子去菜市场买点肉回来，说想跟尼尔好好聊一聊。可万万没想到，女人从菜市场逛了一圈回来后，家里竟然发生了大爆炸。等警方赶到，只在废墟里看见了一具烧焦的尸体，还有一只纹着女人名字的手臂。整个县城的人都知道，男人结婚前为了示爱，把女人的名字纹在了胳膊上，因此警方怀疑这是一起谋杀案。尼尔的再次出现，让女人动了和他私奔的念头。为了达成目的，于是联合起来杀了男人。这可不是瞎猜，而是有监控画面可以证明。爆炸之后，尼尔从后门跳入河中，然后逃之夭夭。现在抓不到尼尔，警方只能将女人带回警局审问。可无论怎么严刑拷打，女人始终声称自己毫不知情。无奈之下，警方只能动用测谎仪。但就在测谎之前，女人借口上厕所，然后偷偷将一颗钉子插进了自己的鞋底。剧烈的疼痛可以让她心跳加速，这样不管有没有撒谎，心率都会始终保持在高频状态。再加上看不出一丝破绽的面部表情，警察只能将心跳快归咎于紧张。女人的证词顺利通过了测谎。可就在他离开的时候，一瘸一拐的走路姿势还是引起了警察的注意。果不其然，脱掉鞋子一看，诡计彻底暴露了。这下女人只能重新接受测谎仪的拷问。测谎仪没有任何异常，说明女人不是凶手。现在也找不出其他的证据，警方只好放她离开。可让警察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既然不是她杀的人，又为何用钉子来作弊呢？她究竟在害怕什么？从警局出来的女人没理由继续待在这里，独自一人来到车站，想要离开。就在这时，一只男人的手突然抓住了她，男人的另一条袖子则迎风飘荡，他正是女人的丈夫。原来男人根本没死，死掉的是尼尔。
原来案发当天，尼尔拿照片威胁女人的时候，男人就忍不住动了手，但依旧不是尼尔的对手。女人见丈夫挨打，从冰箱里拿出冻羊腿，在背后袭击了尼尔。可没想到羊腿的威力如此之大，尼尔当场毙命。为了不让妻子蹲监狱，男人按照悬疑小说里的招数，先是砍下尼尔的半截手臂，再吃下大量的止痛药，将自己的胳膊放进冰块中，等冻得失去知觉后，用柴刀硬生生砍下了带有纹身的手臂。接着他让妻子带着冻羊腿出门，以买肉的名义让肉店老板帮忙把羊腿也切了，然后喂给流浪狗。销毁作案工具的同时，也制造了妻子的不在场证明。而男人在妻子离开后，故意出现在门口，让邻居看到自己。接着在家中搭建了一套煤气自爆系统，等时间一到，尼尔的尸体被炸了个稀巴烂，唯一的残留就是男人带有纹身的手臂。有了这个证物，所有人都会认为男人惨死家中，而真正的他早已换上尼尔的衣服，跳进了恒河，瞒过了所有人。案件过后，女人跟少了一只手臂的丈夫远走高飞，开始了新的生活。虽然本片后期悬疑感十足，但夫妻俩的爱情更值得探讨。你说在现今这个繁杂社会，有人会为了爱情这么拼命吗？